现在关键时刻，川普为了格陵兰这一周简直跟欧洲吵翻天了。欧洲也说我不是吃素的，我8国联军。结果没有想到的事情，这个画面，现在你看到的画面在网络上面传翻天了。我们都知道德国也不去，有去，结果他派了13个人，正如同他们过去他们的强项闪电战一样。他们到了之后，13个人没有想到44小时之后，他们也是第一个走的。就被大家笑翻天了，这就是你保卫格陵兰的决心吗？这也难怪为什么今天美国的财政部长这个贝森特他特别出来讲话，他说为什么美国一定要拥有格陵兰岛？他说因为你欧洲根本就是太软弱，而为什么这个软弱要这时候发出来？为什么川普要对格陵兰这么逼人，甚至让欧洲整个全部都动了起来？很明显 ，BBC 给了我们答案。他说：“原来这一切恐怕都是川普的局，就是这个月要办的达沃斯论坛。因为川普要的很简单，他的核心也非常简单，正如同彭博专栏写的，他用4个字形容他。他说：富者生存。对于川普来说，有钱才是老大，才是王道，有实力才能够继续干得下去。大家千万不要忘了，在去年的达沃斯论坛上面，川普怎么搞？他直接跟所有人讲说，我要对全球课征关税。所以这一次的达沃斯论坛，川普势必要再重新重塑全球的新经贸环境。所以，国正，我们刚刚讲彭博怎么形容他？太精确，富者生存。对于这一切来说，从不管是委内瑞拉到最近格陵兰的事情，到欧洲8国联军这样杀过去，原来都是为了达沃斯论坛。我们知道这几天川普为了格陵兰问题跟欧洲吵得非常的凶嘛，可是他这些铺陈其实就是为了即将他要在达沃斯论坛做演讲，到瑞士的阿尔卑斯山，当着欧洲这些精英告诉你，川普就是世界的新规则。他去年在达沃斯论坛宣告说会有对等关税，他做到了，改变了过去1年2025年世界。他今年又透过这场格陵兰的直播，告诉你川普的规则，富者生存才是规则。今年他带着黄仁勋、带着微软纳达，还有贝森特，告诉你川普的富者生存的哲学要登场了。AI 就是今年的主题，川普才是主导世界的人。那你知道达沃斯开之前，不是8国联军跑到格陵兰去对抗川普吗？他就故意制造一场川普实境秀，让大家看到这是一场真人秀，看到说所谓的8国联军长成怎样，所谓的保卫格陵兰要对抗美国、德国的军队抵达的时候，15个人零零落落了，这就是军力。然后离开的时候也会拍，大家透过全球的画面都可以看到，原来这样8国联军就几个军人在那边散步，在那边聊天，就要保卫一个格陵兰岛吗？他连走下来的时候还要扶着阶梯走。感觉喝醉了，所以全世界都看到嘛，只有欧洲还沉醉说我们对抗川普。可是，在别的国家眼里就觉得你这样要保护谁吗？你能保护其他对抗俄罗斯吗？所以这一场直信秀出来之后，贝森特马上，川普的财政部长马上出来讲，其实我们为什么要格陵兰这个岛？为什么要给我们？是因为你欧洲就是这么软弱嘛？这世界是强者才可以生存，富者可以生存。你们不要以为川普是为了怎样？因为全世界的秩序其实要靠的就是美国。结果达沃斯论坛经过这场直播，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全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大家富人领袖有60个领袖，全世界超过3000个企业家抢着要去听川普、听黄仁勋演讲，证明一件事情什么？人家看的就是实力。川普完全把这些8国联军当成他达沃斯论坛前什么造势啊，宣传短片。结果你看这么多人，8国联军不是开玩笑，丹麦、法国、德国，还有非常多什么英国啦，什么之类，全部都直接杀进去嘞。结果拍到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军人就是2-3个人，德国派最多，派了15个人，13个士兵加2个军官，总共15个人。接下来跑到的时候，对面握手寒暄你看稀稀落落抵达，然后寒暄之后，结果到只在干嘛？你说要去保卫吗？有拿枪吗？没有。等一下，他连一个包包都没带，你的枪在哪里？什么都没有，你去观光，你去观光还。接下来在走向扶梯的时候，德国还从他们指挥部走下来，还被人家看到什么步履蹒跚。我一度怀疑，你知道吗？因为德国人到了哪里都要喝啤酒，是不是有喝了一点点的啤酒？看到这个画面，这么多人，他们等于什么摆拍？
军人上车，我竟然看到有4、5家媒体，那个灯光，全部在拍他。全世界去的记者跟直播的电视台都可能比这些军人还要多。结果拍到的画面是什么？神情涣散，表情非常微妙，估计他们可能刚才其实是来这里度假，做样子来对抗川普的。可是川普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让大家看到格陵兰这样的地方，靠的要对抗的是俄罗斯。德国画片报就把它整个过程完全还原出来了。你说要保护一个地方，军纪要非常严厉嘛，吼。他们去的时候，你知道吗？本来15到17号就要抵达了，结果delay1天还去转机，因为他们delay 一天，人家早就攻占了嘛。你要去还delay 1天，接下来要离开的时候又delay 1天，因为没有搭到飞机又停留，转机没转的不方便。结果从头到尾德国人只用了44小时。你知道这传了一个笑话，你知道吗？德国专会打闪电战，所以你们现在是快闪格陵兰，对，44小时游，这就是著名的闪电战国家，快闪去格陵兰打个塔，马上又快速离开。但是他们这一趟也没有白来，你知道吗？他们跑去免税店买的东西，真的假的？德国媒体自己拍的，所以因为飞机误点嘛，这么多人在那地方休息。然后免税店就在他旁边，在免税店还有人真的带东西了。你现在就会看，一场直播下来就可以看到，这就是保护格陵兰。你看他们还坐在商务舱哦，所以让记者也非常不开心的是，你们到底是要去保护那个地方，还是要去观光？什么商务舱？这个记者讲什么？头等舱。头等舱。我今天要去保卫格陵兰，8国联军应该是非常气势，结果怎么样？我要坐民用的客机来离开格陵兰，结果我还坐头等舱。其实整个北约就是靠美国在撑的。如果没有美国，如果这些北约会员国，如果你们就是缴钱请美军在保护他们呢，你们自己有办法打仗吗？你们有办法对付俄罗斯吗？没有办法嘛。所以为什么美国需要格陵兰？就是因为你们非常的软弱嘛，你们真的能打仗吗？你能真的可以对付俄罗斯、对付中国吗？恐怕不行嘛。其实完全陷入了一个川普设下的圈套。那真正的大戏是什么？达沃斯论坛。所以今天彭博就怎么说？看到达沃斯现在是非常的热，你知道吗？文哥，这没在开玩笑。达沃斯论坛被川普这样一炒，一票难求，太夸张。各地的权贵权贵什么概念？那种很有钱的富豪啊，什么纷纷抢订门票，这或许比这个黄牛票还好赚的人比格陵兰还要多一样。他们两个都有个特色，都是雪非常多，非常冷，在阿尔卑斯上。但是他们重点是什么？都想要去知道川普做了，委内瑞拉他做了很多个国家的关税，然后改变了世界的经济体，所以他们都看到，过去美国优先这个事情不是假的美国做得到，而且川普在过去1年，整个矽谷精英全部都支持他，所以为什么这么多人？包括苏纳克，这很夸张，预计有60位国家的元首，还有3000个企业家全部爆满，这是史上最多人的达沃斯论坛。然后大家都在欢迎川普回归，所以彭博就引用长期在观察科技发展跟矽谷发展的纳斯科夫的这个作家的话，说什么？去年川普上任之前是全球化，但是过去的1年就是现在今天。是美国优先，所以你要生存，你得要知道这一届达沃斯代表是什么，富者生存，所以要么灭亡，要么就是跟着川普一起演化，适应富者生存这个哲学。所以以前都会骂川普的人啊，典型代表像那个Salesforce 这些矽谷人嘛。我们知道过去矽谷这些人都喜欢打扮的光鲜亮丽，跟很多欧洲精英都打扮的光鲜亮丽，在讲什么 ESG， 讲减碳啊，没有。现在他们拿到好处，全部都在拥抱川普。川普已经变成矽谷这些科技大佬、科技大亨最喜欢的人。所以矽谷大佬懂了，富者生存，我也是其中一个。所以我要上车。你知道去年他刚上任的时候，其实没有人把川普当成一回事。他在达沃斯是视讯演讲，他讲什么？真的改变了过去1年的地球，改变了过去1年的世界。那时候讲什么？讲贸易关系啊，欧盟对待中国、美国不好啊，非常糟糕，非常不公平啊。欧盟1/5的东西卖到美国去啊，美国却不买欧盟不买美国的农产品啊，也不买美国的车，然后出口很多车。对，所以要怎样？客关税。然后对美中贸易也不公平啊，一定要公平，要对中国怎样？客关税。再来油价太高，
一助长俄乌战争，是不是要降油价？他都干到，而且他还做了一件事情，是向各国表达什么？要到美国设厂，给最低的关税。现在谁去美国设厂？对，台湾。台湾现在是拿到世界最优惠国的待遇，232，就是晶片没有人比台湾更低的关税。所以我们回到6年前哦，6年前川普也是上一次实地去达沃斯演讲的时候，那时候最红的人你知道吗？就是瑞典的小女孩童贝里。那时候童贝里坐在第6排，还跟川普呛起来啊，骂川普啊，说川普你这些行为都是让地球没有办法永续啊。川普就跟他对骂，说什么这个女生讲了一些说对地球末日的危言耸听，其实是不对的，这种说法非常的笨啊。可是你实际看达沃斯论坛哦，你就发现达沃斯正在改变是什么？改变。过去在讲 ESG 啊，讲减碳的东西议题是这么多，结果现在越来越少。对，结果从22年开始，大家都在谈什么 AI 代表什么？川普、童贝里跟黄仁勋的时代是一个截然不同的。这个代表所谓的欧洲减碳，或者是我们可以讲另外一件事情，代表中国出口的新三样太阳能板、电池、电动车，就是减碳的典型代表产品。可是新的时代在谈什么？谈的就是川普代表的 AI 晶片、AI 伺服器、AI 人工智能，这才是真的。跟着川普走还有好处，你知道吗？他不是川普一直在逼中国要卖出 TikTok 的股权吗？对。结果阿布达比这个国家，全面支持他，结果他的 MGS 基金就是 TikTok 的实际买方之一。等于川普一边逼这些中国把它卖出来，这些跟着川普走的石油国家还跟着拿到好处，所以整个达沃斯过去非常反川普的，现在是要屈服在川普的意志之下。川普规则决定了未来1年的新规则。你会发现他在达沃斯1月23号讲的事情，4月2号开始实施对等关税。有没有改变这个世界？有，世界被他改变了。你知道世界改变了多明显？你知道吗？以前都以为啊，只有中国，没有中国买美国的黄小玉是不行的。结果对等关税一实施下去，你知道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你知道吗？巴西、印度、马来西亚这些国家都在买美国的商品，还增加非常的多。然后我用越南讲，越南竟然也在买美国的玉米，对，成长数量非常的多。你看哦，2022年、2023零哦，结果你关税一刀下去，真的很有效，不一样了哦，世界就改变了。2025年越南哦，暴增21倍，吃了多少？170万公吨啊！为什么要吃这件事情？就是川普在达沃斯论坛说要课关税，越南一开始关税是多少？46%，现在降到20%。对，有没有效？川普有没有改变世界？川普改变了世界，所以川普第2任开始，其实你看到这些印度、巴西其他18个国家，大量的都采购美国的农产品，美国的产品非常有效。所以贝森特说什么？今年美国的 GDP 可能成长7到8%是有可能的。真的假的？1年。真的就1年，美国这么强，20了，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还能成长7到8%啊？为什么可以做得到？我来告诉你这几个秘密。连巴基斯坦被称为巴铁，他都在买美国的黄豆，中国吃，巴基斯坦吃，他从6万公吨吃到123万公吨，还签署贸易协定，不是巴铁吗？最挺中国了，他现在在买美国的黄豆，接下来连孟加拉都在买美国的小麦，以前孟加拉是不会买美国小麦，他买的是俄罗斯小麦、阿根廷的。现在美国卖的比别人贵哦，我这里要特别强调哦，为什么经济成长？它是卖418块哦，黄豆，我以黄豆来讲，阿根廷、巴西是卖407块，那大家还要买？因为川普会课他关税，川普制定规则，所以整个美国的出口大幅成长，很厉害啊。还包括一个国家，你知道连印度都跟着改变，因为它被美国课50%的关税。你知道印度人比较容易摔倒吗？因为他们狡猾，所以印度人本来都偷偷买什么？买普丁的原油。对。可是11月20号开始，他看到川普是玩真的，已经停止进口俄罗斯的原油，很清楚的一件事情，不断的降低，然后改买什么？我都没有想过，他竟然会买美国的原油，增加4.9倍，所以富者生存。这件事情是存在的，所以你今天看达沃斯的最重要的是，他带着黄仁勋的 AI 去达沃斯，告诉你，2026年最重要的其实就是 AI 跟晶片，美国的就是胜方这个。
未来这个规则就是包括台湾在内，这个赢者联盟会起来，而另外一个怎么减碳啊、ESG 啊，中国出口的新三样就是输家。因为这个周末真的欧洲啊，真的是脸都完全丢光。我们刚刚讲，川普在周末的时候就说，你今天没有卖格陵兰，我就10%下去哦。6月1号我要到25%，就欧洲硬了起来，8国联军杀过去，这包人也太烂了吧？他完全都中了川普的计吗？8国联军哦，是在什么时候？是在川普宣告调到25%之前，对，部队派过去表演一下，表演给大家看的，说啊，我们有这个力挺丹麦，对，我们站在丹麦这一边，我要挺格陵兰，对，然后马上就被打下去25%。你觉得这些怎么样？全部是收回去的，丢等给你，你知道吗？那个没有用的，因为川普意志要就是要，他绝对不可能跟你欧洲国家妥协的哦，所以。等于说8国联军哦拉出来，大家笑一笑而已。你看那个派那什么部队，对不对？可能是说不定还滑倒，只是画面我们没看到而已。不是，这也太然后还在机场免税店，不是在那边买免税品吗？对啊，对啊，所以这代表什么意思？作秀。那欧洲国家作秀，它的目的是干嘛？就代表说我只是跟川普在来搞这些所谓表面的功夫而已哦。那事实上来讲的话，他们都很需要跟美国的贸易。这些国家来讲，都现在在赚美国钱呢。对，他们跟中国之间的贸易额啊，逐步的来讲的话就下降，等于是中国赚他们钱，他们现在是赚美国的钱，然后跟你来讲话还跟美国呛虾，然后你要美国保护你丹麦，你要美国保护你德国，你德国还要跟美国呛虾，这不可能的事情嘛，所以这逻辑完全错乱了。现在川普他其实基本上重心不在。就是说，当然他要格陵兰没有错，但是他要格陵兰来讲的话，我觉得他会要的非常非常的漂亮。什么叫要的非常漂亮？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嘛。你到最后来讲的话，这些欧洲国家全部都是什么？老大，求你了，求你把这个拿走了。所以今天来讲的话，就可以显现出他的不足。他今天自曝其短，的原因是因为他也派不出什么像样的阿兵哥嘛，对不对？好，那现在川普手要对象了，因为讯号已经出现了。什么讯号出现？因为川普在接受 Politico 的访问的时候，他讲到一句话 ：“It's time to look for new leadership in Iran。”什么意思？伊朗，你今天我们已经开始在找寻一个新的领导了，应该换一个新的领导人。对，这句话的意思，其实我的解读是这样子：领导人已经找好了，新的领导人已经找好了。什么叫新的领导人找好了？就可能川普的团队已经在伊朗内，不是伊朗外哦。你看到在伊朗内哦。伊朗内的意思是什么？巴勒维政府他是不会回去的。对，那伊朗内来讲的话，有人叛变了，有人对哈米尼叛变了，有人跟美国投诚了，就代表说现在已经成功了。因为如果这一句话不讲出来的话，我都认为这是我这样讲，这句话就是讯号。什么讯号？就是已经瞧好了，对，已经瞧好了，在伊朗内部就像上一次委内瑞拉的内部一样，已经瞧好他旁边的卧底的，连副总统的当总统一模一样的模式，对，复制贴上。道理讲，应该不应该去取代哈米尼？但是他现在已经讲说，你哈米尼是个病人。什么叫病人啊？病人就要送医院嘛。对，所以川普在专访的时候说哈米尼是个病人，那怎么会屠杀自己的百姓？而且他还酸了他一句哦，你要像我一样爱戴子民的概念，你不能去杀那个。如果什么叫做 leadership？ 川普讲了一句话，什么叫 leadership？leadership 就是你要让人家 respect 就是尊重你，而不是所谓感到 fear 不是感到恐惧，也不是感到 dead 这整篇的你所有的专访当中，你仔细去看。川普用字非常精准，对，这个精准的概念就是说他可能已经找到领导人了哈。好，那接下来他也警告哈米尼，因为哈米尼这几天来讲对外讲的话，而且特别在 X 当中提到一件事情，他们有计划想要去攻打美国的基地，那什么意思呢？他可能在世界上不同的基地可能就爆破或干嘛之类的。国务院今天跳出来用波斯语马上跟伊朗这个呛虾说，如果你伊朗敢动的话。你不要挑战不要跟川普来玩火这中国讲玩火，大家会笑一笑。他也说玩火了。对，国务院如果说你在跟川普玩火的话，你不要这个所谓的去去挑战川普的意志力而且今天来讲的话，也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画面，什么画面？就今天美国已经派出 F-15E它总共派了12架，今天从英国已经飞到中东地区，在中央司令部。然后4架的空中加油机，对，它其实来讲的话，有一个很好笑的事情，为什么它不派 F-35了？不需要派到 F-35了，对不对？为什么？因为 F-35是隐形逆中战机啊。上一次以色列都如入无人之境，也跑到伊朗去了。对，伊朗的空防不行了，对，伊朗根本也抓不到
这个不需要了，我就让你看，然后我让你看的目的干嘛？我要来炸你了。对，怎么来炸你？因为 F-15的挂弹量总共2.3万磅。就是画面当中你看到都是火药。对。你敢动，我就真的弄死你。对，那因为 F-35它挂弹量大概就是因为它会逆中嘛，所以它没有办法那么多了，5000磅。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派了12架，然后用空中加油机，就是要持续轰炸你，然后来搞你。对，是意思哦，你今天不妥协的话，你今天不换领导人的话，那你就完蛋了哈。所以这些做法其实都可以看得出来，伊朗它现在已经就在川普的眼界当中，你就要换领导人哈米尼，你势必要下台。田伟老师，我们刚刚有看到一件事情哦，川普就是什么？他刚刚一直在讲富者生存，尤其他在中东，他要搞一个新的联盟。你看到今天他说加萨委员会，我要过来办，就这些会员都是我来这边指定，甚至还说什么？你花钱，你还可以变成会员，那钱也太高了吧？对，10亿美元，你就应该是10亿美元哈。对，10亿美元你就可以换的一个永久会员的身份。对，那如果你没有钱的话也没关系，我如果邀请你来的话，就是一般会员。对，今天哦，我是最新消息啊，越南已经同意要加入了。越南要打出钱了。越南跟加萨走廊什么关系？没什么太大关系啊。但是越南知道说这进入到美国供应链就很有关系。对，而且啊。川普也打算在这个达沃斯的这个会议当中去宣布这件事情，他也派他的女婿 Kushner 去处理这件事情。对，显然他对这件事情非常重视，这等于是在2战以来讲的话，重新颠倒国际秩序的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这什么意思呢？他不要联合国了，联合国我退出的都可以。对，因为联合国是中国的厂子啊，那这个厂子是我自己要去创建的。那创建来讲的话，不是只有有钱人。那越南他现在不是太有钱啊，但是越南被邀请进入到这个加萨委员会哦，和平委员会哦，那这个意思是说各州都有国家都会进来。对，那什么叫意思？就是站在我美国这边的，我都邀请他过来。对，哦，所以我们台湾赶快趁这个机会哦，赶快去用什么管道去看看能不能加入这个和平委员会，因为他绝对不可能让中国加入这个和平委员会。对，如果中国没有加入的话，那这时候台湾是有机会的。那再来一件事情，他现在最近这个中国都在透过一些方式哦。来查看以色列到底跟台湾的关系怎么样？因为现在都有传出说以色列跟台湾之间的关系非常非常绵密，包含那个所谓的索马利兰的事情哈。那现在中国使出2个手段，一个手段就是把他留学生叫回去，把那科技人才叫回去。但是很多情报系统来讲的话，也都在探知说，到底以色列的铁穹系统跟中国的跟这个台湾的台湾之盾，是不是有这个相互的联系了？我都跟各位讲，一定是有的，因为美国它长期以来在做高空的防空系统，而铁穹系统它本身来讲就是一个中低阶型的这个的防空系统，而以色列它是全世界做的最好的，甚至连美国都跟他买2套，所以现在这个以色列跟台湾的军事合作关系跟情报合作关系是持续的在进行当中。宇轩刚刚有个最关键的观念，富者生存，表示什么？你要站对一个位置，比什么都还重要。你站错了。不好意思哦，达尔文的生存就是这样，你就拜拜了。结果你没有想到，你看到最近加拿大也出了非常多的事情，结果没想到班农怎么讲？他说：“我跟你讲哦，下一个大事件会是加拿大，因为加拿大会变成下一个乌克兰。为什么会变乌克兰？因为中国会来咬一口。结果你现在还傻傻的在亲中。这时候就是嘴贵铁有多少就攻击宽狼，他跑去找谁？跑去找。”习近平找维尼了，对，跑去找维尼，卡尼跑去找维尼，结果呢，专播了，刚腾刚哦，你的车来，塞你来，我给你买你的车，哦，我的油哦，没有你，你买我的油，拜托姐，汽车跟油，你有没有想过引进中国汽车会造成多大的影响？而且再来，为什么美国一定要做这样的一个战略的一个标的？我请问一下，现在讲的有道理，美国是不是说要讲拿格陵兰，对不对？对，阿拉斯加跟格陵兰这2点刚好一线。但请问一下，谁卡在中间？加拿大卡在中间嘛？对。所以对于美国的战略标的上来讲，如果他想要制霸整个极圈，因为极圈是一个重要的航道跟战略标的，跟我们讲的包括飞机的航线。对。请问一下，你加拿大卡在这边，谁会对你我们讲有狼子野心？中国就来了嘛？这 Bannon 讲的啊，他咬一口，什么叫咬一口？很简单啊，经济上去侵蚀你。然后战略地位置上呢，去恶心你，去骚扰你。俄罗斯就在这边呢。哪一天，因为如果说美国把这2点给拿下来了，那加拿大这边他一定会要我插一根钉子在这边，不管你的雷达或者你的航道或者你的航线，我随时都可以干嘛？我可以监控美国嘛。所以加拿大他不知道是这已经被夹在这2个大国里面来哦。川普在第1任内
北极工作小组对格陵兰等地缘战略理解成北极脆弱的担忧，特别是加拿大是那个脆弱的环节，但是偏偏呢，加拿大做的选择是什么？我往中国那边去靠。来，我看到这张图哈，你知道最让我讶异是什么吗？这是一大堆加拿大的议员啊，包括来自香港的啊，以及等等的，他们去拜会习近平嘛。来，我看到我吓一跳，你看天河山、赵美兰、阿南德这个不算嘛，马龙在我们刚才讲，本来在香港嘛，西渡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我想说，哇，你们太多人有华人名字了吧？对，怎么这么多人都有中国名字啊？你是干嘛？当他们去拜会整个中国之后，天朝觐见完，马上被自己的人民嘲讽。来，这个是加拿大本身自己的货币，中间摆的这是谁？放习近平的照片。对，我们怀念他。这是他们的元首，他们是笑他。对，就变老大了嘛。那再来，这个是谁呢？这个我们不要看那个发型，中间这个俊俏的脸庞像谁？他就是卡尼。就是他把它搞得像毛泽东嘛，你被毛泽东信徒啦。这个都不是我们做的，是加拿大自己网友做的。大家看，搞什么穿旗袍？对，你看 AI 啊，感谢美国的科技。那下来之后还跌了一跤。他的意思是什么？是你在中国面前把自己打扮成不属于自己的样子，然后呢走路扭扭捏捏，然后最后自然就会跌了一跤嘛。不是这个代表什么？加拿大人民不爽了。对啊，搞什么东西啊？对，因为你现在过度的我们讲的牺牲掉加拿大人的意义嘛。因为我们也知道美国跟加拿大合作非常多的工业，那你未来中国电动车进来的时候一定会造成冲击。所以你看他还在那边讲这些。格陵兰的未来应该由格陵兰自己和丹麦王国来决定。我们与丹麦的王国伙伴关系存在，我们在北约第5条第2条承担的义务下，有效坚定不移。来，我先翻白话文哈，他这一句话的原文你知道是什么吗？意思就是说，你美国是侵略格陵兰的领土，对，我会进行防守。但其实他原本讲更辣，原本更香是什么呢？我会不惜跟你美国一战啊，开战呢。他直接跟美国呛赌了。你刚刚不是说他只是甩态而已吗？对啊，现在跟要开战一样，跟你翻脸的。不是啊，但是你有没有看到美国的态度？为什么美国把它当作我们讲跟小朋友一样爱理不理？来，我们军力比较，这美国的战机数量2813，给你去头去尾算零头，加拿大92，直升机的数量呢也是10倍。我们讲了，无人机的数量也是10倍，坦克车的数量呢20几倍，装甲车的数量呢100倍。我不要再念了吧，很伤感情哎，你这怎么打？来，我跟你讲，加拿大真的在气的是什么？来，其实这个石油啊，这个是整个石油我们讲的运输的一个含量。但我跟你讲，美国现在是不是有新宠物了？对，它新宠物叫谁？4个字，委内瑞拉。委内瑞拉嘛，全球17%哦。但以前美国还需要仰赖说，包括跟加拿大的管线、天然气，甚至它的能源跟去进口。但是呢，随了委内瑞拉之后，第一个它会取代加拿大的供给量。在第二件事情，川普要把每桶价格全数的往下去压低，而且占很大的一个比重。所以你看哦。原本 destination 这是 Canada's crude oil export by destination economy， 也就是他们输出的出口的 US 来，这是后面的经济额 million 单位 proportion 占比96。对，那你如果说委内瑞拉来之后，是不是大幅度下滑？结果你知道吗？因为中国这2个难兄难弟，刚好它的石油也倒大霉，为什么？3月大限。等于是我的石油储存量呢会过低，这个情况下我一定要去找替代，所以他才被迫要干嘛？去跟谁买？去跟加拿大买嘛。来，你仔细看这是中国吸收的份额原本呢从委内瑞拉这边进口44万桶，古巴这边只有2万哦，但美国现在是把它断炊，等于说呢这边基本上亚洲完全没输，古巴可能还有一点点。那加拿大的石油出口量其实早在美国开始制裁的时候，也是2025年1到10月，它干嘛？开始在拉升那个比重，对，所以你看变1%、2%、3%、4%，它早就都变5%了嘛。它本来就已经在卖给中国，它就在玩这种平衡嘛。但我问你，美国知不知道？当然知道，所以才会修理它。我现在好不容易封锁中国，我要把它油搞死，我委内瑞拉也拿，我包括我所有整个全世界各地的产权拿。你在扯后腿，对，就你给我在那边扯后腿，还给我在那边塞破耍性得，给我在那边电动车，所以我当然理都不理你。但是你知道吗？现在加拿大自己内部也爆炸了，为什么？有一个省，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叫阿尔伯塔省，很多人不知道，阿尔伯塔省它占的除了说 GDP 占加拿大将近快要我们讲1到2成，很重要之外，其实它也有所谓的石油，所以对他来讲阿尔伯塔等于就是它是加拿大经济命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支持。对，就你现在说我要把它的石油拿去卖给中国，他们当然没送。你自己看这个帽子，他们像会高兴那样子吗 ？Make Alberta great again， 所以代表什么意思？他们川普信徒啊，完蛋了！他们该不会是第一个要先当51州的？对啊，你自己讲就这边，不再接受渥太华的控制，保持自由，签署公投。你看Refederation
这边呢，他整张报纸就在跟你讲一个概念了，只差没讲说我要投入美国的怀抱。所以他民众你知道多疯吗？半夜哦，零一，这是他整个我们讲周末的这个整个气候，都已经很多都零下什么0度、-1度、-3度、-5度、-2度、-10度、-17度。对啊，冷得要死。结果人家你看到他们现在大排长龙，我要独立。然后你看哦，这是阿尔伯塔，我们刚才讲到的，这是 New World Order， 就是新世界秩序。他说我们这边呢要进行独立，要把整个一分为二拆开来，甚至是哦，我觉得这张图写的特别的讽刺。这就是我们刚才一讲到的卡尼。对，那为什么他们民众对他这么怨怼呢？因为第一个，加拿大的税收大部分哦都是来自于阿尔伯塔，等于是我拿你的钱。然后我拿你钱去干嘛呢？去赞助北方那些落后的省份。但与此同时，我要给你课征什么呢？课征高税，我要给你限制石油开采，我要对你的百般的凌迟。所以他的意思说，我要摆脱这种我们讲虐待的关系，我们跟加拿大之间要去独立。所以你想想看，把这个一项一项经济数字哦，你都开发来看，一个占加拿大20%以上，却饱受加拿大呢我们讲冷落。所以对他来讲哦，你很难形容说到底是他自己真的想要独立，还是他是美国插在加拿大骨中的一根最粗的刺？瑞哥，我是说中国真的把台湾看得非常非常重要，每天都在盯，每天都在盯。结果今天他这几天抛出一段画面出来之后，我才恍然大悟，哦，原来现在台是长这样子。他说中国说哦，我们有监视到有美军的海洋测量船叫做希尔斯号，还有一个美军的导弹驱逐舰分号经过台海的周边，就看它也离台湾太近了吧？这不就也表达一件事吗？哦，原来美国是这样子保护我们台湾的。那么事实上呢，每一年呢，美国的军舰啊，它的相关的神盾舰呢，都会有以1艘或2艘的方式呢，直接越过台湾海峡。那么到了南海绕一圈以后，在这个相关的同样的那个航程的回航啊。对。那为什么？因为呢，在国际法里面呢，如果你不常常这样子绕的话呢，久而久之，比如说美国的军舰啊、日本的军舰都不来绕的话，久而久之，中共会宣称台湾就是它的内海，对，然后呢，南海的海权就变成中共的。所以呢，为了要破解中共这样的一个迷思跟这样的一个谎言那么他们都会来绕。像去年来绕的时候，每绕一次，中共就噼里啪啦的宣传气炸了，我们什么在后面的驱赶然后呢讲的好像很那个吧。这次很奇怪的是，这次神盾舰呢，跟这个海钓船两艘应该是这个有点护航那个味道了。对，那么一起过来了以后再走。中共的官媒竟然只讲说我们只是跟踪那他没有特别把他噼里啪啦给他臭骂一顿这个就很怪了，你知道吗？这非常怪。不过呢，那么这次呢因为其实世界各国包括这个的越南的这个船呢，军舰呢都已经越过了相关的台湾海峡等等最近倒是有一个新闻值得我们注意，是什么新闻呢？是在1月11号的那一天，1400多艘的中共的渔船。各位，你现在看到的不是这个 P 图你现在看到是1400多艘的渔船，就像这样结合成一个长方形，在几百海里的过程当中，在东海的这个等于说外面呢，集合成一个长方形。我跟你讲，世界各国现在大概只有中共做得到，对，因为这个是民间的渔船，1月11号就有点像那个千船万船齐发那种感觉然后呢，从港口从哪里就集结在这个地方，然后排成一整列这样子长达好几百海里这样子。那么它不是第一次，在去年的耶诞节的时候呢，耶诞节前夕呢来了2000多艘，对，这次也来了100多艘。上次耶诞节是直接排2列你说上次12月25号就是这样，对，它也是这个直的当然排2列，也是在东海附近。那么这次当然也有给台湾颜色看的那个意思，但是它最主要这次要示威的对象其实是美国跟日本。为什么呢？因为是在东海靠近琉球群岛的外面。琉球群岛他在干嘛？他这样做在干嘛？我告诉各位，那么他也在警告美国。那么现在的美国的航空母舰舰队很厉害，对不对？对。我问你嘛，如果这些号称没有武装的这些渔船，紧紧的包围着美国的舰队，你认为美国会怎么样？开枪把他们都击垮吗？飞弹把他们都击沉吗？如果他们都是没有武装的那我都是渔民但是我就绕着不走。对，而一层一层这样包围的话呢，拖延了你相关的美国的相关的这个等于说那么
到时候万一真的有事要来救台湾，就被拖延住了啊是我就这样搞这一全部都招拖延住。为什么？美国一向讲人权、讲人命，对不对？那么如果他是武装的，他攻击你呀、有这个武器呀、那你还好把它给处理掉，把它像索马利亚海盗一样把它打掉嘛。对他如果没有的话，一层一层一层，中共都用这一招。以前这种民兵船上面啊，大部分顶多就是这个冲锋枪或是机枪这样而对已，步枪而已嘛。那他现在他在演练，用民间的渔船，我就组成。我跟你讲，这不是1天2天的事情，能够在我们的人造卫星上面看得清清楚楚，就是一条红线嘛。所以你就知道，那也不要小看他，为什么？因为他也在演练。他也在演练那种所谓用民间的货轮，里面不是本来可以装船，但是现在就可以装一些车子啦，装一些什么的渡轮，直接装2栖登陆舰、跟坦克、跟海军陆战队几十辆、几百、上百辆，他也在做这样的一个演练呐。我们一定不能掉以轻心，因为表示老共不断在演练。你看，他竟然可以演变，直接几百海里可以这样搞，那到时候他搞你台湾的时候，你以为他做不出来吗？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耀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